有一位女性网友留言说，她想要买 Aura 07，但是她又觉得 BYD Seal 好像也不错，所以今天我们就一次找来了目前市场上话题最火热的两台电动四门轿车 BYD Seal 和 Aura 07。那这两台车子的售价都非常的接近，这个是从169,800块起，这个是从179,800块起，所以它比它便宜1万块。但是续航里程的话 ，NEDC 标准它是640公里，它是650公里，只是差一点点而已，几乎没有分别。然后我们今天拿来的这两个版本都是 Single Motor 单马达的版本，就是所谓的长续航版本，也是大部分消费者比较会想要买到的车型，因为他们能够走长途、走 highway。这两台车子它们都有 Performance 高性能版本，0到100都可以做到非常优秀的成绩。但是相信买电动车，其实这个东西你不可能每天在用，续航里程才是一个重点。所以今天这集我们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作为一个车主，你想要买一个电动车，哪一个是比较好的选择 ？Aura 07有什么样的优点，或者 BYD 就着重在哪一方面，我们都跟大家来分析一下。那有趣的是呢，这两台车子的形状可以说是完全不同，因为 Aura 07就是一个非常圆润，车头灯圆圆，然后非常可爱，偏向豪华，偏向 luxury premium 的感觉。那 BYD C 就是非常尖，非常 sharp， 非常男性化，好像一个跑车这样子做到很尖。所以他们两个target的客户群的口味的品味都会有相当大的一个不同，所以这个东西完全就是取决于车主，你需要一个怎样子的行驶感，你要偏向 premium 还是偏向 sporty。那坐在里面的话，你会发现到它的这个 bonnet 啊，这个比较高，这个比较低，所以在驾驶起来说，整个感觉也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虽然这两台车子的轴距相差不远，但是它们的 body style， 它们的车体样式是有不同的。因为 Aura 07呢，就是一个好像是溜背式这样子的造型，所以从车顶这边到这边一整块是同一片玻璃来的。那 BYD Seal 呢，就是一般传统的四门房车类，所以你看它的尾门是这样短，然后它的玻璃也是这样短而已，然后这边才是玻璃天窗，所以在整个格局布局上是不同。那讲到车尾灯就更大的不同了，因为 BYD 就是贯穿式 LED 车尾灯，比较年轻，比较激进，那它走的就是比较 classic。比较经典的双圆尾灯，双大圆尾灯，圆圆红彤彤这样子，然后中间有 ORA 的 Aura 的这个厂徽在这边，还有07的字样。那 BYD 也是一样，把自己的车尾放在下面，只是在 rear bumper 的地方，它就有这种好像鲨鱼片这样子的东西，那它就是用的是 chrome， 比较高级、比较经典的一种味道。另外 Aura 07用的是 frameless 无边框式的车门。车尾还有可升降式的尾翼。Aura 07也是世界上极少数公开翻滚测试画面的电动车，从车内的乘客、高压电池到车身的结构 ，GWM 都高度重视安全性。就跟车头一样，你是很容易就能够辨认出我比较喜欢这个，还是我比较喜欢那个啊？这个是每个人的口味都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来看后排乘坐空间的部分，那首先 BYD Seal 的轴距比 Aura 07长50个 mm， 但是 Aura 07的车长是比它长71个 mm 的，因为 Aura 07是前马达为主，它是后马达为主。这两款都有4轮驱动的双马达版本，不过我们今天拿的都是 Single Motor 单马达的版本，所以坐在后面的话呢，这个腿部空间非常的够。你看要翘脚等等，然后整片玻璃天窗是从这边到那边的，非常大面积。但是我会觉得它可能比较低一点点啦，好像整个人陷进去这样子。然后你眼睛看到的东西都是一般的皮革，然后一般的这个 carpet， 然后有一个 speakers 缝线等等，都是还是一些 plastic 的东西啦，所以看起来就是中等这样子啦。整体的这个质感有冷气出风口，然后扶手有没有被架？看一下。OK， 这边一个 Type A， 一个 Type C 的接口，然后地板中间底部一定是平的，因为都是电动车嘛 ，right？ 接着我们来看 Aura 07的后座。OK， 那你一坐上来，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它的椅背是不能够躺到这么斜，不过你说要翘脚的话，也是有这个空间。然后最大的不同是 cushion 啊，你会觉得这个 cushion 比较 soft， 比较软，比较有弹性，整个包覆感会比较好。那个就是比较宽，你知道整个人就是移动的范围会稍微大一点点。
然后质感的话呢，其实一上车你很难不看到的就是这个 carpet 了，因为它用的是这种好像 Rolls-Royce 上面的这种羊毛的 carpet。那很少在这个级别的车子会看到这样子的一种 quality。然后这边一样有2个冷气出风口，都是用 chrome 的，闪闪发亮。一个 Type A 一个 Type C 的接口，然后椅子这边也用了这种银色的边，然后整个 door panel 是没有 hard plastic 啦，都是软质的皮革，然后有这个会变换颜色的氛围灯，然后还有这个 Infinity 的音响盖等等。然后差别最大的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玻璃车顶呢，它是多了一个梁在这边，多了一根柱子，所以阅读灯可以设计在这边。那如果你整片阅读灯就要放在旁边这样子。再来的话，扶手它也是有，它用了那一种好像 microfiber 这样子的 material。所以它看起来比较细，整个纹路、缝线等等，所以你上2台车子，它给你的整个感觉是完全不同的。那一坐上来这一台 BYD 的车厢呢，你最明显的地方就是会发现到荧幕，然后它是能够旋转式的，你按下这个 button， 它就可以变成一个 portrait screen。但是当你在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的时候呢，它是不支援这样子的一个 portrait screen， 你要回到Landscape 才可以用 Apple CarPlay， 然后这边给你一个电子仪表板，还有抬头显示仪，算是应有尽有。水晶排挡杆，然后调整驾驶模式的按钮 ，Wireless Charger， 还有这个12个 Speakers 的 DYN Audio System。所以乍看之下，它感觉上就是什么东西都有，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这一次驾 BYD Seal 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就发现到它有一些东西好像看起来很厉害，但是你实际上用起来，你会发现到有一点不太符合人体工学。所以暂时到这边，我们就跳回去这个 Aura 07，看看里面有什么样的不同。那就跟车头车尾一样，这2台车子的中控台设计也是非常的不同，完全是2种不同的风格。那 BYD 那一种就是时下电动车最流行使用的，就是一个大个萤幕，功能全部丢进去里面。那 Aura 07走的就是比较传统、比较 classic 的设计，就是给你一个12.3寸的这个电子萤幕。有 Wireless Apple CarPlay， 有 Wireless Android Auto， 然后给你一个电子仪表板，不过是半电子，它是有一个实体的边框，所以你一看上去的时候，你是很清楚知道时速多少，电池还剩下多少，然后行车资讯是一目了然，而不是给你一个 flat 的荧幕，把全部功能丢进去，你不知道你在看什么，这样子你的视线就是很难去 focus 驾驶啊。然后再来讲到 focus 的话，它也有 Head-Up Display 抬头显示仪，而且它的 Head-Up Display 是能够跟 Google Map 进行联动的。然后中控台的话，它整个是好像太空舱这样子，是比较斜的。那 BYD 是比较平的，那比较平，你经常需要低下去看。那这个呢，你用余光大概就可以瞄到了，而且是非常的简而易懂。驾驶模式、冷气的这个温度等等。那Seal的话，你就either是透过荧幕里面去调整冷气，或者透过方向盘的按钮，透过这边去调整冷气。所以我觉得在冷气方面这个是马来西亚人经常都要的。一上车冷，然后冷了过后又给它热这样子。所以有独立的冷气按钮，确实还是比较方便很多的。Infinity 的11个 speakers， Aluminium 的音响盖会让我感觉它真的是比较 premium。Aura 07的2个前座椅都有通风椅和按摩椅的功能。等一下我们就上路去试驾，来看看到底是07比较好驾，还是Seal比较好驾。那好驾的定义是什么？是快有爆发力好驾吗？还是很 comfort 很舒服很安静那个才叫好驾？等一下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先来试驾这个 BYD Seal Premium， 就是 Single Motor Rear Motor 单马达的版本。Let's go。它的0到100是 5.9 秒，那 Aura 07 Single Motor 的呢就是 7.9 秒，就是说 Aura 07比它慢了一个2秒，所以很明显的在 specification 上面你可以看得到，单马达来讲，这个 BYD Seal 是明显更加的有力，而且它是后马达的嘛，那个是 Front Motor 前马达，所以即便我们在普通的驾驶模式踩，都是一个非常有贴背感的一台车子。因为我这一次就有比较长的时间来试驾 BYD Seal 跟 Aura 07，那我驾了它大路小路塞车塞了2个小时的车过后，我慢慢发现到这台车子它比较，其实驾是没有问题的啦，坦白讲，只是说你在用的时候最影响我、最让我分心的就是这一块荧幕因为我自己的Tesla 也是用这种差不多14寸、15寸的荧幕嘛，所以我其实深受其害啦。你不要看这种荧幕好像很大个、好像很厉害这样，可是实际上就在你家的客厅
你如果装一个32寸的 DV， 你的沙发要跟那个 DV 维持的距离，跟你装一个62寸、70寸的 DV， 你的人照理来讲是要做到比较厚的嘛。所以这种大荧幕的问题就是啊，是它很大，它很好看，它很清晰，它很一目了然。可是你真正在架的时候啊，你会觉得你的沙发离你70寸的 DV 太靠近了。明白是吗？你必须要做到很远一点，你才可以看得到。所以 Aura 呢，或者说其他传统的车企，你可能叫它古板可是我觉得确实是比较小个、比较远，你比较容易看得到它。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电子仪表板在高光、高强度射下去啊，有时候它会反光，然后这个像素是偏低啦。方向盘后面有一个仪表板，当然是好过 Tesla 是完全没有，所以你会觉得驾车的时候，你知道吗？视线一直要分心去看这边，至少你可以看这边或者看 Head-Up Display。但是它这个仪表板会让我觉得，我好过不要它，你懂吗？它是一台能够让你感觉到非常轻的车子，即便它的车重一点都不轻啦。当然很typical，锂离子电池在82、83 kWh 的这种电动车来讲，其实重量都不会轻到哪里去了，而且轴距在2900mm 以上。当然以这个售价来讲的话，因为它是179,800块嘛，Aura 07就是比它便宜个1万块，然后续航里程是大同小异这样子啦。所以BYD Seal 呢，它是一个车子的外观造型啊，当然它比较男性化，比较 man 一点，比较 sharp。这个荧幕就是可以转来转去这样子，不过实际上会不会用到它，这个我们不敢讲啦，这个要看车主自己的反馈是怎样。对一台电动车来说，除了动力、马力、扭力之外啊，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就是 regeneration、recuperation， 就是能量回收的功能，或者它有没有 one pedal mode， 它有没有 single pedal mode， 就是只要点一个踏板就可以加速、减速、加速、减速。所以以这一台车子来说呢，它把 regeneration 放在了 new energy 的栏目里面，所以这边有 regenerative 的 braking、standard 跟 high。当然你去到 high 的时候呢，你松开踏板，看到吗？它不会 br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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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点它才会停下来这样子。你还可以在 vehicle setting 里面去调整 brake assist， 你可以从 comfort 去到 sport。所以我知道很多人会讲说，电动车就是不用跟燃油车做出一个很大的区别，就这样子好像加燃油车就好了。所以我的重点是不是你要不要用到，是你有没有，它有没有给你，知道吗？但你讲价是没有分别的啦，这个主要是你在面对塞车走停的时候，如果有 One Pedal Mode 可以为你省下很多功夫这样子。当然再搭配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就是一个天衣无缝，一个天作之合，可以说是完美了，对于一个塞车的神器。那我加了 BYD Seal Rear Wheel Drive 跟 All Wheel Drive 的版本之后呢，就是一个 Premium 跟一个 Performance 之后呢，我真的是真心觉得为什么你要买 Performance 呀？我知道0到100知道吗？3点多秒很强，好像我自己的 Tesla Model 3啊，我的0到100是4.4秒。我告诉你，到今天我驾了3000公里，我都没有去试过它可不可以到4.4秒，因为我知道它可以到，或者它到不了。But is it matter？ 这是很重要的东西吗？我不觉得这是很重要啦，因为对于一个 EV 来讲，我真正在乎、我真正介意、我真正在意、我真正关心的是它的这个续航能力，它充电的这个速度啊，就是它可以用多快的时间可以给我到80%，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啦。就好像这个 BYD Seal 它的DC 是150 kW 的这个 DC 充电，但是呢 Malaysia 版本呢，它只是给你7个 kW 的 AC 慢充。这个 Aura 07呢，它虽然是88 kW 的 DC 而已，我们说30到80% 是比较慢，但是我们说正常来讲，大部分驾 EV 的人如果用 Home Charger 来说，以0到100% 的速度其实是稍微快一点点的啦。就是它有11个 kW， 它可以用 3 phase， 这个是只可以用7个 kW 的 single phase。所以大致上就是我对 BYD Seal 的看法，有什么我们在留言区再补充给大家。简短的跟大家介绍了 BYD Seal Single Motor 长续航版本之后，我们就回去这个Aura 07给大家看一看，即便在动力数据不够 BYD Seal Premium 来的情况下，它还有什么优点？就是为什么你还要考虑 Aura 07而不是 BYD Seal。 So let's go。 OK。So 很明显呢 Aura 07呢就提供给你这个 Artificial Sound， 也就是人造的声音啦，不是汽油引擎的声音。
所以 BYD 就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加速感的话，当然一个5.9秒，一个7.9秒，明显会 feel 到那个更有贴背感。不过你说它慢吗？你根本都不能够用慢来形容它，因为你看你一加速，加速也是一台一点都不慢的车子啦。以这个动力速度来讲，OK， 我们现在把它切换回去普通的驾驶模式，过弯。那因为它是一个 front motor 的电动车啊，所以当你在 sport mode 的时候，你在点这个 pedal 的时候呢，不能太大力，不然很容易会有 torque share 的情况。但你正常不是喜欢 sound corner 的人来讲，我觉得这个无伤大雅啦，它不太会影响你的驾驶。加速，所以你除了能够调整 energy recovery 的功能，它还有 one pedal mode。所以我现在打开 one pedal mode 之后 ，confirm OK。前面是交通灯，我松开踏板，看到吗？它完全停，我完全没有踩 brake， 我刚才只是松开了我的这个所谓的 throttle pedal， 车子就会停下来，不至于到塞车。不过就是慢速走停的时候呢，是非常轻松的，因为你不用又去顾这个加速踏板，又去顾这个减速踏板，加速减速在那边，你只需要照顾好一个踏板就 OK 了。我自己是已经习惯了one pedal mode 啦。我家 EV 很少用到2个 pedal 了，所以这个至少它给我这个 option。那如果我不要无所谓的，我按一个 button， 它就 confirm 就关掉它了。Energy recovery 啊 ，low、normal 跟 high， 你去到 low， 你松开就好像汽油车这样子，给你 rolling， 给你 cruising。所以我们过弯给踩，哇，它好像一个 hot hash 这样子的那一种引擎声浪。那讲到引擎声浪呢，在 Simulator Soundwave 这边呢，还有多2个选择。刚才那个叫 Racing Car， 现在我们把它切换去 Multi Cylinder 加。OK， 还有这种叫 Sport Sound Racing Car Multi Cylinder。你比较喜欢哪一种引擎声浪？还是你喜欢不要引擎声浪？我们 off 掉。OK， 没有了咯，没有了。所以你喜不喜欢这种 fake sounds， 这是一回事。但至少它给你选择，就像它给你3个 level 的 regen 功能，它给你 one pedal mode。那虽然看起来它是一个比较无害的一个可爱型电动车，可是我们讲到一个电动车最基本的要素，可以给你玩的东西，它的这个系统的功能明显是更加的齐全，而且它用的这个是 Qualcomm 的8155的 chip， 所以你在用起来的时候，无论是你去 touch screen， 它的反应速度、运算能力等等，都是比你想象中的还要来得快。这个也超乎我的预期，因为我在试驾 Aura 07之前，我觉得哎呀，它就是一个看起来就是很猫很 soft 的一个 EV， 可是你真正用起来的时候，我发现它被 underrated 了，你知道吗？它被很多人瞧不起。那讲到行驶的这个路面的声音来讲啊，你会听到轮胎的这个噪音算是偏大一点点啦，但是因为它前面是用了这个，你听啊。它用了 acoustic glass laminated glass 夹层玻璃，所以在窗口打开跟关闭的情况下是很明显的分别。然后这些 root strap 声音 ，OK 也相当的厚就是给你一种比较 comfort 的坐姿啦，而且你会觉得整个人坐到比较高 ，cushion 比较软这样子。所以结论就是呢，这个 Aura 07 Long Range Ultra 跟 BYD Seal Premium 这2个 Single Model 的长续航版本 ，BYD Seal 就强调驾驶的动力、加速感，还有过弯的表现。然后这个 Aura 07呢，就强调它的 Premium Interior， 萤幕像素、运算能力，还有这些功能比较多东西去调整，从 Regen、One Pedal Mode、Wireless Apple CarPlay， 再到这个 Simulated Soundwave。上一秒波涛汹涌，下一秒风平浪静。外观造型这个真的就是有非常大的
可以算是争议或者很大的分歧啦。有些人觉得哇那个好看，这个好看，那个才像电动车，这个就很像这个，很像那个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大家就留给大家去讨论啦，因为毕竟这种外观的造型，尤其两台车子又差到这么远，我们可以在留言区大家一起来讨论看看这两台车子，或者你已经是车主，我们都可以交流看一下。所以我是戴主义，喜欢影片记得分享、按赞、订阅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我们下一集影片见。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